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哭不出来别硬撑，承欢记杨紫55秒哭戏，扯下了多少演员遮羞布？承欢记这部剧集正在热播中，每一集都充满了新鲜感和惊喜。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更新，让大家能够紧跟剧情发展，不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。现在这部剧真是越来越精彩了，麦承欢和辛嘉亮的故事算是彻底告一段落了。而且陈淑贞刚出院，竟然就那么突然的走了，真是让人意外。接下来重点就要看麦承欢怎么打理兴安里了，这可是接下来的大戏超期待。看了最近的剧情，我的说，杨紫的演技真的让人叹为观止。特别是那场奶奶的葬礼戏，她看到奶奶生前的视频，情绪瞬间爆发，大哭起来。整整55秒的哭戏，真是看哭了一片观众。这演技太牛了！葬礼开始时，麦承欢硬是咬紧牙关，撑着场面，努力保持冷静。后来得知奶奶提前录了段告别视频，他心里虽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，但还是硬是把悲伤的情绪给压了下去。奶奶跟爸爸妈妈还有姚志明说话时，他眼睛有点红红的，但他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。他知道奶奶是个乐观的人，遇到啥困难都喜欢笑着面对，所以他也想学着奶奶那样，不哭不闹，坚强面对。奶奶轻声细语地说：“承欢我的宝贝孙女，我知道你会把奶奶的葬礼办得非常周到的。”当听到奶奶提到自己的名字，她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悲伤，眉头紧锁，头微微低垂，一颗晶莹的泪珠瞬间滑落脸颊。哭了一小会儿，麦承欢赶紧擦了擦鼻子，尽量坐直身子，抬起头。虽然他的眼皮已经沉得快要合上了，鼻子和脸颊也因为哭泣变得通红，但他还是强忍着泪水，集中注意力，继续听着奶奶的嘱咐。他不想让奶奶担心，所以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认真聆听每一句话。奶奶开口了：“孙女我还有几句话的跟你说说。”一听到这话，他心里顿时一紧，或许是预感到了奶奶接下来要说的话，又或许是怕听到那些让他心酸的嘱咐，他的眼眶立马就红了，情绪再也控制不住。他皱着眉头，嘴角下拉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身体也紧绷得不行。时不时的，他还会往后瞅一眼，仿佛在寻找某种安慰。他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悲伤，想要让自己平静下来。他这才明白，真正的悲伤到极致，其实是没有声音的，甚至会让你感觉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麦奶奶对承欢说，要学会依赖别人，遇到难关时也别硬撑，哭出来也没关系。这番话让承欢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了。他突然放声大哭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往下掉。他的脸已经完全失控了，肌肉不停地抽动，看起来特别僵硬。他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，好像随时都会倒下。后来他干脆就用手捂住了眼睛，低下头去，让眼泪尽情地流淌。那真的是大哭从他的神态到动作，全都透露出一种自然流露的真实情感，一点儿都不像是演出来的。看着他那样，我就觉得这哭戏完全是杨紫内心深处的真情流露，太让人感动了。演员通过精湛的演技，成功的把从努力压抑悲痛，到泪水无法自抑，再到最终情感全面爆发的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每一个细微的情绪变化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，让人感同身受。杨紫的哭戏真的太牛了，整整1分钟的哭戏看得人心里特别难受。大家都说，今晚我可真是被杨紫带着一起哭了，她一哭我就忍不住跟着掉眼泪。这足以看出杨紫的演技真的很厉害，她一哭就能让观众跟她一起共情，
感觉特别真实。其实啊，杨紫的哭戏可不是第一次让大家觉得震撼了。就像那次在《亲爱的热爱的》里，童年坐在车上，因为感情受伤，那种落寞的哭泣，真是让人心疼的不行。在《长相思》这部剧里，哥哥受了重伤，让我心里特别难受，我就忍不住放声大哭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似的。或者是在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里，那种不得不放弃最爱的人时，内心痛苦到无法自已，只能放声大哭的无奈和绝望，就是那种失去了挚爱，心如刀绞，却又无计可施，只能发泄在歇斯底里的哭泣中的感受，也像是剧中角色在情感重压下，用泪水诉说着内心的痛苦和挣扎，那种让人看了都感到心疼的情感表现。杨紫的哭戏在好多经典作品里都表现得特别出色，每次都能让人看得心里特别触动。不同的情境下，她的处理方式也完全不一样，真的超有感染力。有人可能会觉得她的妆容或者造型有点啥，但咱的说实话，她的演技是真的没话说，超级棒。看了杨紫那超级入戏的哭戏，真是让人感慨万分啊！再瞅瞅那些演技平平的演员们，差距简直不是一点点。杨紫一哭就能让人跟着心酸，情感表达的特别到位。而那些演技一般的演员，可能哭起来就感觉像是在背台词，一点都没代入感。所以说啊，好演员和一般演员的差距真的是一目了然。就拿姚安娜来说吧，前段时间她在《列兵》这部剧的大结局里，拿着麦克风一边哭一边喊，想让黄宗纬投降。可是啊，她哭的那个样子真的是有点尴尬，而且作为一个缉毒警，她看起来完全没有那种应有的冷静和理智，看得我都有点出戏了。说实话，鞠婧祎在《迦南传》里的哭戏真的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她一哭起来，眼睛就眯成一条缝，那种心碎的感觉基本上全靠腮红在硬撑。你瞅瞅她的表情，能有一点伤心的影子啊，感觉更像是在挤眉弄眼。真的，这场哭戏看得人挺尴尬的。之前杨颖在《新娘大作战》里的哭戏，说实话，真的有点一言难尽。那场哭戏，她的表现确实有些生硬，不太自然，感觉像是没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。这种表演方式，可以说是反面教材了，让人看了有点出戏。所以，我觉得她在哭戏方面还有待提升，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解和体验角色，才能更好的呈现出角色的情感。她演哭戏的时候，表情真是夸张的让人哭笑不得，一只眼睛睁着，一只眼睛闭着，嘴巴还变成了个长方形，看上去就像是在搞笑一样。这样的表演虽然看上去很卖力，但却缺少真正的情感表达，让人觉得有点假。总的来说，他的哭戏表情过于浮夸，没有很好的展现出角色的内心情感。演哭戏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如果你真的不会，那就别硬撑了，不然真的很容易出糗。毕竟演戏这事儿的讲究真实和自然，哭戏更是的让人看着心里难受，感同身受才行。所以啊，不会哭戏的话，还是先好好琢磨琢磨，练练功，等准备好了再演也不迟。别急着上场，不然演砸了可就尴尬了。